些时间是吧？对吧？就是这理解。好了，对对对，孤岛学院里面的。然后关于这个上底色的方法呢，就是刚才也有在说呢，就是那个，一般的话呢，我是用这个油漆桶，有些人喜欢用这个就是模棒工具吧。其实模棒工具的话，它有一个特别让人揪心的问题呢，它这个就是锯齿状非常严重。我一般喜欢用这个油漆桶的话呢，它不会嗯就是不会有锯齿状，然后边缘呢也是比较舒服的。而且你有些地方呢觉得画的不太好的话呢，就是可以用这个就是铅笔把它修改一下。比如说有些地方你没有填充到的地方，嗯，你可以把它这样。然后我用的这个软件呢，就是 SAI 这个软件很轻巧的一个软件。对，就是在赛璐璐的话呢，就是对线稿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，大家下来要多练习线稿，然后要善于用这个撤销键，一定要善于用撤销键。好了，就是这样上底色的，我只是先演示一下，实际上呢，我也是上好了底色的。好了，然后嗯，然后呢就是不是的，必须要像旁边这些，你看，就是全部要分涂层，比如说头发呀、肤色这些，千万不能跟线稿一个线稿放最上面，线稿看见没有？线稿好了，然后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画眼睛吧。我今天我也刚刚也说了，就主要是讲上色嘛，然后其他的呢，我今天暂时就不讲。对，我这个上色的方法呢，主要是这个，就是嗯，就是那个赛璐璐加厚涂这样子。好了，然后画眼睛的话呢，其实我画眼睛平时并没有太多技巧，主要是因为是赛璐璐嘛，平涂还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画眼睛的这个方法，一定要记住就是嗯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一定要非常仔细的去画它，一定要很仔细的画它。我之前看到很多大大就是抠眼狂魔嘛，画眼睛到画1个小时的那种啊，简直了。我的微博的话，一会儿再告诉你们啊。我微博不怎么玩。好了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底色嘛，眼睛的底色。然后呢要善于用这个旁边的这个混合涂层、混合模式嘛，然后加一个这个正面叠底，然后这样上。这个我不太清楚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。这个你们可以问一下那个，对他们好像会有人录下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是新老师，我才来的，我不太清楚这些。好了，然后就是画那个，就是眼睛，眼睛中间的这个，看个人的习惯了，可以稍微画再大一点点。有些人画的很小，嗯，还是要画的，就是尽量的要仔细一点。这个红点的话是那个红点是这个
这个腾讯视频里面带的，平时画画我的电脑是没有红点的，它是会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，然后再带这个红点的。还有就是一定不要忘了画这个，就是睫毛的阴影，看到没有？一定不要忘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可以选一个接近，就是比如说不要选纯灰，可以选个这种偏红一点点的灰色，然后来画这个睫毛的阴影。嗯，对对对，我的全名是清水哀，然后好了，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正面叠底完了之后，我们要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高光。高光的话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会儿就给大家看一下怎么个重要法。上了高光之后呢，眼睛就是完全会产生一些非常非常神奇的变化，一下子就可以让这个眼睛变得亮起来，看到没有？亮起来啊！我就是有一个坏习惯，我喜欢缩放，那我现在就尽量的不缩放了啊，不缩放了。其实缩放的话，主要是那个，就是进行一个怎么说呢？主要是随时调整嘛，就是看一下自己有哪些地方没有画好的。平时你们画画的时候可以就是翻转啊这些来看，随时调整。然后在这里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可以弄一个反光，弄一个反光。然后这个眼睛现在看起来都不怎么水灵，你可以再用一个发光涂层，然后喷一点点这个颜色上去，让它变得水灵一点。啊，手小了吗？我觉得妹子的手吧，就是应该小一点吧。其实我平时画手还是画的有点大的，妹子的手就画的有点小。好了，然后基本上眼睛就画完了。我抠眼竟然是有点点慢的。然后中间的话，我喜欢加一个这个，因为孤岛学院的画风嘛，也是有一个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形容，有一个小的这个圈在里面。翻转的话就是没有啊。好了，然后现在眼睛就完成了，我们来上肤色了。分辨率的话，就是基本上，1000或者是2000左右，然后不是分辨率的话300，然后我说是画布大小的话1000到2000左右。啊，好了，我现在就是尽量不用那个什么呢？不用那个就是调整画布大小嘛，因为我习惯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一般上色的话呢，上2到3个这个阴影，2到3个阴影。啊，今天这节课的话只有1个小时，所以时间非常紧啊，我们要抓紧时间。好了，然后，嗯，
加一点腮红，然后现在看过渡是很难看的，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模糊笔。然后我刚才说错了，不是分辨率啊，是画布的大小，是画布的大小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就第一层阴影嘛，画的很浅的一层阴影，然后就是第二层。然后大概的话呢，一定要定个大致的这个光源，是吧？我们这边定的大概就是从左上，应该也算是比较正方向来的一个光。因为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不画背景嘛，然后就不要定太复杂的光源。一般来说呢，但定一个大致的光源，自己可以先，或者是你不太熟练的话就表示一下啊。我这个腮红的话，只是第一层阴影，还没有细化，还没有细化。好了，然后就是这样，先大致的给它上一个，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是比较灰，一会儿我再教大家怎么去调这个。这个是孤岛学院里面的妹子。好了，然后大致的就是给它上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光源的话，左边来的，尽量的画的这个点，然后这边的看起来的话呢是颜色有点灰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饱和度可以稍微调高一点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就是尽量的嘛，可以用马克笔或什么的，然后来细化它。因为我刚刚也说了，我阴影不只是一层嘛，现在的话还要细化的。然后就是弄一些这样渐变的一些效果，然后让这个看起来。为什么铅笔涂？为什么铅笔涂层画头发画阴影？绿色铅笔头发明暗要反复好几次，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不停的都在用那个撤销键，因为我就是特别喜欢用撤销键，所以你们看起来就是好像没有画上去一样的。我有的时候会修改到自己满意这样子。好了，然后现在的话呢，就选一个比较红一点的这个来画腮红。当然现在的话呢，看起来非常的一点都不均匀，我们现在就用模糊笔，或者是你用喷枪也可以。然后尽量的模糊的让它看起来就是不要违和就好了，不要违和。这个模糊笔的话，我的设置主要就是这边这个，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就是这样的。一般的话，其实不要乱用这个模糊笔。就比如说你模糊一下，有一些你特别需要模糊的地方就好了。一般来说不要乱用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上一下这个手的肤色，基本的不用讲，因为我在想的话，应该还是有一些
然后就是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像这些边缘，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些细节吧。不是，我平时画画不怎么爱说话呀，就是这个习惯，那个感觉不太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，现在的话手看起来非常奇怪，因为现在线稿是黑色的吧，然后黑色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改变线稿的颜色，然后应该应该我平时画画的话，图层还是挺多的，就是这样改变一下线稿的颜色。对，我感觉画画一直说话的话，就是会分心这样子。然后改变线稿的话，大家应该都会吧，就是剪贴图层蒙版这样。然后这样改变线稿之后呢，看起来就会舒服一些吧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画一下这个头发吧，手上先加一点点。一般上色的话，就主要是凭感觉选颜色吧。然后一般来说，不要选太饱和的颜色就好了。如果你掌握不好颜色，你可以用正片叠底，但是我一般的话就不怎么用正片叠底，就直接上了。需要更深的颜色的话，就用正片叠底了。我的笔刷的话，一般喜欢用马克笔还有铅笔这两个结合用，特别的好用。然后我一般会大致先上一个颜色，然后之后再会调，因为毕竟这就是板绘的好处嘛。有些时候就是画错了或者说不满意，然后可以随时调整。然后还有是我电脑有点色差，你们看起来可能会比较灰，而我这里的话已经很亮了。是我一般画什么地方都用马克笔，都会用到马克笔，因为特别的好用，我感觉特别好用。我的画风的话，主要就是马克笔的这样。
大家有什么关于画画的问题可以问我啊，就是不要说一些就是其他的那些话题吧。其实上色的话，并不是说每个人的笔刷，或者说他画的很漂亮，他的笔刷就适合我，并不是这样的。一般的话，你多试一下笔刷，然后找一个自己最适合自己，然后最喜欢、最顺手的就好了。就不一定别人的画风是最好，别人的笔刷是最好的。一般来说的话，还是要寻找自己适合的。然后现在呢，稍微调一下颜色。赛璐璐的话，就是边缘比较平整吧，这样子一种上色风格。然后颜色的饱和度也比较高。这些都是画画很基础的东西了。然后，嗯，现在呢就是第一层阴影吧，然后靠近脸部的地方上阴影，靠近头发不，靠近脸部头发变细碎了嘛？这怎么解释呢？按理说的话，其实一般来说，这下面这些阴影的话是稍微要模糊一下的。不过赛璐璐风格的话，边缘就一般都比较硬朗，就不需要用模糊笔都可以的。好了，现在主要是讲一下，然后现在的话画完了这个大致的阴影啊，只是现在是大致的，然后先把线稿的颜色再改一下，线稿的阴影，哦不是线稿的颜色先改一下，可以稍微选一个饱和度高一点点的棕色呀这些来画，尽量线稿不要纯黑，即使你在画的时候用纯黑，你之后一定要把它改一下颜色，这样的话就不会看起来很僵硬，因为黑色其实是一个非常僵硬的颜色，非常死板。好了，然后现在就是我的微博搜索一下这个，然后到时候应该会出来。好了，现在的话就是现在我们来上一下这个后面头发后面还没有上。你画画的话，我喜欢开的比较大，这边就没有上。
大家尽量问一些课堂相关的问题，因为时间非常的少，然后不可能每个问题都答得到。还有个是我画画的时候呢，如果一直看你们的问题的话，我会分心。然后现在呢，主要上一个这个色调吧，这样子。我一般喜欢加一些蓝色，比如说后面这些地方加一些蓝色。对，其实不一定要蓝色，看自己这张画的这个配色的是怎样的。然后现在呢，还有一个地方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色调接近肤色的地方，一定要涂一点橙色或者是粉色都可以，反正就是让它起一个这个过渡的，你可以用喷枪把它调成这样的，然后让它就是起到一个调节色调的作用。色调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进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那个房间呢，然后本来是没有，就是有它自己固定的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。可是呢，比如说一个暖光，一个暖光射进来，然后这个房间是不是会带一个暖暖的那种橙色，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平时在画的时候，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，要注意一下细节。对了，我觉得有些学员是非常厉害的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尽量的，嗯，注意一些细节吧。现在我们来开始画这个高光。高光的话呢，其实不一定要用其他涂层，你可以直接就用这个普通的涂层画。我一般的话喜欢用这个，我比较喜欢用马克笔来画高光，看自己喜好。
高光就是不要用太纯的颜色，比如说有些头发，比如说今天我们画这个深红的话，就不适合用白色的高光，会显得有点违和吧，这样子。当然要看你是什么画风了，有些画风的话，它其实什么颜色都适合用白色的。我本来今天是打算把这个画完的，看来今天是可能画不完了。然后可以再用这个加一些比较好看的颜色在里面，比如说加一些黄色呀这些，给它起一个调节的作用吧。当然你这样直接画的话还是比较奇怪，你之后要用一下模糊，要用一下模糊。这样看起来的话，头发会感觉，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我语文特别差呀，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其实画画没有什么捷径，就是主要是自己练习。然后像接近肤色的头发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就尽量的把这个还是给它，再改浅一点，一定要不要用黑色的线稿。好了，然后现在的话，头发基本上是画完了。然后，就是画衣服吧。画衣服的话呢，主要就是，也是没有什么技巧。我觉得有些东西吧，主要平时多观察，然后多观察，然后多练，是吧？多练习，并没有什么捷径的。我感觉并没有什么捷径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衣服特别的，浅的一个颜色，我们可以选。嗯，选一个稍微偏黄一点的，还是一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先铺一下第一层阴影，这样子。还有就是在画画的时候，一定不要用太多的那个模糊笔，尽量的就是马克笔或者铅笔啊。我是说赛璐璐的话，当然你厚涂的话呢，我就不知道厚涂的笔刷一般喜欢用什么了。可以去听一下什么包子大大呀这些的那个视频，是吧？好了，然后第一层，然后之后就还是要画暖一点点的颜色，因为这个其实是偏粉的一个，有点灰粉的颜色，是吧？嗯，其实我画画的话呢，就是有点赛璐璐跟厚涂结合的那种画法。然后衣服的话，现在看起来是灰色，线稿是黑色的话，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顺眼。然后现在先把衣服的颜色改一下颜色，我们再继续画好了。因为它是这个比较偏粉的颜色，我们可以选一个这个粉色吧，可以再深一点点啊，可以再深一点点。
画画主要就是多观察，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捷径。如果有些人经常问我怎么画衣服啊什么的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好了，然后，像这些边缘的话，边缘的地方就可以用模糊，然后该硬朗起来的地方一定要硬朗。然后现在的话，主要是先画一个这个，我的习惯是这样，我习惯不太好。其实按理说的话，应该先画一个大致的阴影，因为我们的光源嘛是这样过去的，画一个大致的阴影，然后之后再来细化。其实一般的步骤应该是这样的。其实用铅笔的话，其实都可以的。我一般的话，马克笔的话特别顺手，其他的都不好像没有那么顺手的样子。你看我平时画阴影其实还是有点就是带厚涂的那种，我并不是纯赛璐璐上色方，因为赛璐璐它的那个边缘的话是非常整齐的，然后非常硬的一种边缘。我的边缘的话就是还是有点硬的啊，还是有点软的，有些地方该模糊的要稍微模糊一点。还是不要忘记这些，比如头发，记下来的这些阴影，还是不能忘了啊。然后，就是这个，其实画衣服没有什么好讲的，主要就是平时多练，多观察。哎呀，这个颜色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卡了刚才。嗯，如果实在把握不好，可以先画一个大致的，然后再来细化，这样子细化。
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正片叠底，然后嗯，来上一些这个比如说色调之类的吧。接近肤色的地方呢，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黄色。刚才也讲过为什么啊。其实一般平涂，感觉大家都喜欢比较多的涂层。我平时不知不觉就开很多涂层。因为有些时候开太多的话，电脑会死。然后，嗯，画了一个地方，比如画好衣服，就可以稍微合并一下，要养成习惯，不停的合并，不然你的电脑的话，上次看到有一个几百个图层的，哎，特别可怕。嗯，其实今天衣服画的不太满意，先改一下颜色，看一下。其实不一定大大都是涂层狂魔啊，有些厚涂的大大的话，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涂层。我把稍微开高了一点点，因为它好像没有那么，它的那个颜色没有那么深，厚涂的话一般都很少的。好了，然后现在的话就画一下这个，里面的这个绿色的这个衣服。要注意一下反光这边，当然这个后面的话还是，我的马克笔设置不知道大家看得到吗？我截一个图，这里好像不能截图，可以截图的吗？发不了啊。
现在发不了，发不了，算了，之后再有机会再跟大家说。好了，然后啊，现在画面没变化吧？画面没有变化吧？我就是怕我刚刚又乱调，一会儿又出问题。然后现在就是像这些边缘的，一定要稍微模糊一下，不然看起来的话没有那么好看，看起来非常僵硬啊，所以要模糊一下。然后阴影的话，就是说，嗯，尽量饱和度不要太高了，稍微灰一点点，然后就好。我的设置就是左边这样呀，打开什么？
今天如果再画快一点，说不定是可以画完的。有些地方的话就不细画吧，不细画就可以，好像还是可以画完。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嘛，我就之前画的这个线稿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个，就是画的一个比较简单的，就是希望今天能画完吧。哎呀，糟了，我忘了这个衣服画的哪个图层啊？哎呀，我得上一个底色，上一个背景。这个就是白色的话，有些时候不太好分辨。上一个背景，看一下是在哪个图层。哦，好可怕呀！大家快无视那个。哦，我先看一下到底在画哪图层了，忘了。哎，不会没画吧？画了的呀。哎哎，找不到啊？怎么找不到了？哦，在这个图层啊，原来。好了好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了，这个地方修改一下。嗯，其实不是透明，我只是没有画眼白而已，因为背景是白的嘛，然后就偷懒就没有画眼白。其实一样的，可以先上一个就是浅一点的阴影。
然后这边用的就是这个很好用的一个明暗这个图层，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图层，它是一个模式啊，混合模式啊。这边不小心把这个肤色这边给弄着了，然后把它擦掉了，擦掉。画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细节的。因为不小心把这个衣服怎么跟手画在一个图层了，然后跟肤色画在一个图层了，所以大家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不要把这个图层给画混了，就是颜色的话，底色不要画混了。有些时候画混了，这个真的是非常苦逼的。嗯，其实基本上的话，大部分都画完了啊，这个地方还没有画，这个地方没有画，还有这个地方也有些细节都没有画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就不要太注重细节了，主要是先把这个地方画一下啊。这个，嗯，你要注意一下这个高光还是得画上，还有反光。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把这个图，就是这个线稿的话，颜色要改一下。还有下面这个阴影我们也忘画了，可以直接在上面画一个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就偷懒这样子，这样画上去，直接偷懒。因为懒得去找图层了嘛，图层太多了，就是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修改，直接就在上面对上面新建图层这样子改，有些时候做最后的修改。其实我觉得板子并不是特别重要，主要是这个画技的问题，是吧？只要初学者的话，买一个比较初级的板子，然后之后，可以等练一个2、3年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然后技术不错了，然后就换吧，也可以自己就是慢慢来了。我觉得每个热爱画画的人都可以
只要努力坚持的话，都可以很棒的。啊，我也是这个牌子的，其实我也是你们说这个牌子，就不会读啊。然后改一下线稿颜色。再强调一下，一定不要用那个黑色的线稿，它比较特别的死板吧，特别死板，尽量的不要用黑色线稿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衣服再细化一下，因为刚刚衣服画的特别的潦草，没有怎么画，这里再加一点东西。不在那个，就是你画线稿的时候，尽量给它分一下图层吧。然后如果你画在一个线稿全部画一个图层里面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改，的。你就改的时候注意要擦掉其他的那个就好了，就是仔细一点就好了。我平时的习惯就是喜欢线稿也要分几个图层，图层狂魔嘛，很多这个拼图都是图层狂魔。其实基本上的话就画完了，手的话也没有怎么细化，大家就将就着看一下吧。我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今天这个上色的这个是吧？然后我也是在不停的练习啦，然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喜欢我上课，我感觉也是应该没人喜欢吧。然后好了。谢谢大家，因为我有点不是怎么说，有点自卑吧，这种感觉有点不太会说话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别嫌弃我吧。好了，然后最后再改一下这个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然后最后再改一下这个地方，改接近肤色的地方改浅一点。线稿改浅一点。好了，那今天上课还有个地方，嘴唇没画是吧？强迫症非常难接受这个地方，嘴唇必须得画呀。强迫症怎么能够放弃画这个是吧？好了，然后再加一个。首先还是涂一下吧，首先颜色太浅了，然后我的微博是清水哀然，后面是放弃治疗，然后我的 P 站的话，那今天就先下课吧。我给大家，其实我一般除了 QQ，其他都不怎么玩的，一般不怎么玩这个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啊，然后，今天讲的这是比较简单的这个。希望大家能够有所理解，然后有所收获吧。虽然说我讲的不怎么好，然后希望有兴趣的人可以多关注这个莫娜插画是吧？大家也早点休息了是吧？那就先下课了啊，晚安。